公公突然改遗嘱，我笑了，爸真大度，妈私生女一定高兴。婆婆懵了。那一天也是晚饭的时候，公公没有和我们商量，就叫来了所有家人们聚在一起。我和老公只以为是简单的家庭聚会，没想到公公却宣布要更改遗嘱。没错，我公公是单位退休人员打拼到了现在的年纪，手里也积攒了不少财产。最近这几年刚开始流行立遗嘱，公公也赶了个时髦，给自己立了个遗嘱。亲戚们当时还都开玩笑说，公公只有我老公一个儿子，什么财产不都是要留给他的，还立遗嘱干什么？公公满脸微笑的拉着刚来我们家3个月的小保姆，一脸开心的说道：“妍妍是我见过的最有爱心、最善良的姑娘了，我现在要认她做干女儿，我的遗嘱现在全部都留给她。”话音一落，我老公就拍桌而起：“爸，什么意思？你要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外人？您还有我这个儿子，还有您的孙子，您这是在干什么？妈，你说句话，您管管我爸。”说着就把我儿子推到公公、婆婆的面前。我们所有人都看向婆婆，这时一直不说话的婆婆却面带微笑的站起来说：“怎么了？你是不是就是贪图你爸爸这点财产？我觉得你爸的决定是对的，我也同意。”家人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难免开始猜测起来。我说：“你们两口子是被这个小丫头灌了迷魂汤了，还是说老刘你被这个小姑娘灌了迷魂汤？”家人们看着我公公，脸上都是难以捉摸的表情。我看呀，是不是老刘你老树开花了？你这样做可是不地道呀！你孙子都不小了，要我说呀，没准呀。要不然怎么能把钱和房子都给了外人，不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呀？家人们脸上那难以捉摸的表情，现在都变成了看笑话的表情。你们在乱说什么？妍妍是个很老实的孩子，我和老刘都看在眼里，你们别用肮脏的思想来想我们。一直在椅子上坐着婆婆突然开始很生气的反驳众人：“好，我作为你们唯一的儿子，我不同意。”老公说完，婆婆就啪的一巴掌打在老公脸上：“好呀，我和你爸还打算给你留一小份遗产，你倒好，想要这么多，你真是白眼狼！”我婆婆指着我老公，恶狠狠地说道：“妈，刘安可是你的亲生儿子，您不能这样对他呀！”我刚说2句就被婆婆打断了：“你算什么东西？我们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你闭嘴吧！”婆婆说完，对着我说完，转身拉着身后的小保姆说道：“你们看妍妍长得乖巧懂事，关键是对我和老刘特别好，伺候我们吃喝，照顾我们可比我儿子儿媳好多了。把钱留给他怎么了？反正我不会同意。如果你们坚持，我会和你们断绝关系。”说完这话，老公就拿起外套，拉着儿子和我离开了家。我看着婆婆的反常举动，心里想到了什么，来不及多想什么，就这么被老公拉着离开了。我在关门前隐约听到了公公的抱怨声：“你个狼崽子，你果然就是贪图我的钱和房子，现在居然还要和我断绝关系。”我还听到了杯子砸到门上的声音。回家的路上，儿子在后座睡着了，老公旁边开着车，我心里一直在纠结一件事，要不要告诉老公。老婆，我被老公的声音拉回思绪：“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刚才的事？你别多想，没有那些遗产，老公我照样能养好咱们这个小家，以后咱们再也不管我爸妈了。我倒要看看他们最后能闹出什么笑话，一个小保姆就把他们哄得团团转，还改遗嘱，我真服了。放心，有老公在。”老公说完，握紧我的手。我看着老公宠溺的样子，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告诉他这个小保姆是我介绍给公公的。
晚上躺在床上，我背对着老公，老公的呼吸声扑在我后背上，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回想着今天婆婆的反常态度，还有之前小保姆就是婆婆让我推荐给公公的，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因为之前公公路过公园和跳舞的邻居大妈说了几句话，晚上婆婆就开始和公公吵架，还让公公别和女的说话。现在却主动推荐年轻小保姆推公公，公公把财产都给小保姆婆婆，居然都能同意，这也太不寻常了。这其中肯定有猫腻。这件事我说起来也是中间人，我也有责任弄清楚其中的缘由，或许也算是给老公一个交代。我思索着应该从哪里查起。公公婆婆和我们不在一起住，我也不能去家里调查。我想来想去，也只能去婆婆经常跳舞的地方去查了。由于婆婆是每天晚饭后就去楼下跳广场舞，我提前到楼下公园蹲点，果然婆婆很准时7点到。婆婆满面春风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改遗嘱这件事的受影响。婆婆和一堆大妈们很平常的在一起跳舞，我都准备要走了，突然来了一个男人。婆婆看到男人以后就笑脸相迎上去，两个人伴随着音乐就开始了跳双人舞。我一个外人看来，两个人默契十足，还有亲密的举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夫妻呢。两人缠缠绵绵的贴身跳了大概得有1个小时，才依依不舍的分开各自回家了。我看着有2个大妈看着婆婆和那个男人，翻着白眼。我凑上前假装问道：阿姨，我看刚才这个大妈大爷调的真不错，他们2个是夫妻关系吗？配合的真有默契。2个大妈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你谁呀？在小区怎么没见过你啊？小姑娘，我今天素颜还戴了个黑色眼镜框，再加上我很少在婆婆楼下的公园转悠，所以不会有人能认出我来。我是新搬来的呢。其中一个大妈继续说着八卦，那个女的和那个男的自打小区建成以来就在一起跳舞，很久了。我还看见过那个女的有老公呢。可不嘛，我也见到过，但是她和这个男的我看更亲密呢，指不定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那个男的也没有老婆，每次看见他们2个跳舞，那个恶心的我呀，真的受不了。不知道哪个女的老公头上绿帽子得多久了。我无心再听2位大妈的八卦，在回家的路上回想起了当初来这个小区看房子的情景。当时婆婆带着我们一家老小，执意要来这看房子，说是朋友介绍的。我们没有多想，公公见婆婆喜欢，很快就定了这个小区。原来这一切都是婆婆早就策划好的阴谋。第2天我正在上班，突然婆婆给我打来电话，说邀约我见面。我有点担心是昨晚发现我了。我们约在我楼下的咖啡厅，我刚进来，婆婆就很热情的迎了过来，拉着我的手坐下。儿媳呀，最近忙吗？这话很显然，婆婆是没有发现我昨晚跟踪她。我直截了当的说：妈，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婆婆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来。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妈，我上班时间到了。婆婆下了决心似的，一脸严肃：儿媳，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你能不能和我儿子离婚呀？什么？妈，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我不可理解的声音引来了不少目光。我把我5个月的退休金给你，你就和刘安离婚吧。妈，我就当您今天没有来过，我先走了。我站起身就要走，婆婆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开始哭了起来。你就行行好吧，和我儿子离婚吧，我求你了。婆婆这一跪，彻底整个咖啡厅的人都站了起来，开始看热闹。婆婆也趁机开始发难：你看我都这把年纪了，跪下来求你，
你还不能答应吗？大家伙看看呀，评评理呀！我很无语，只想赶紧离开这里，婆婆却抱着我的腿不让我离开，我只能大声呵斥着：妈，你别闹了好吗？婆婆大哭着不松手，嘴里还念叨着：你想要多少钱你才能同意？我都给你。周围的人也开始指指点点起来，好歹是公共场所，这女的怎么这么为难自己的婆婆呢？我听着婆婆嘴里说什么钱，保不齐又是什么恶媳妇吧？你看你婆婆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非让老人家跪下来求你，你能不能要点脸？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始怒斥我，我真是有口难言，怒斥声也越来越多。就是呀，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得尊老呢？真是恶媳妇吧？要我说，这样的人就应该下地狱。婆婆不知被谁拉起身，婆婆看着都是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彻底大胆起来，对着我就是2巴掌。我给你下跪，你都不愿意，你真是个恶毒的人呀！你是不让我死给你看，你才满意。说着就拿起桌上的杯子摔在地上，拿起碎片对准自己的脖子。众人赶紧阻拦，我说：你这个女的怎么回事？太过分了！我过分？你们知道整个事情是什么吗？就开始一昧的指责我。你们知道我婆婆是什么人？你们就帮？你们是圣母吗？这么习惯多管闲事？我夺过婆婆手里的碎片丢在一旁，冷笑道：婆婆，你要是真想死，就不会和我掰扯这么多了。还有你们，知道事情原委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婆婆求我让我和她儿子离婚。我说完，众人也识趣的纷纷散开。我很不理解婆婆到底想干什么，直线赶紧离开这里。我知道肯定和小保姆有关，除了她我想不到其他人了。我想也没想，就直接和公司请假了。我跟在婆婆身后，果然婆婆很快就进了一家甜品店。我看准时机，跟在服务员身后，坐在了婆婆和小保姆的身后。你怎么这么没用？没有一件事你是能做好的。我刚坐下，就听到小保姆在对婆婆发火，这和平时自己见到的温顺小保姆可不一样。我都给她下跪了，你还要我怎么做？再说了，他们也不和我们一起住，你平时也见不到他，就别让他们离婚了，你说呢？婆婆低三下四的声音让我都怀疑小保姆手里是不是有婆婆的把柄。我就是不喜欢她，我就是不想再看见她，你连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到。小保姆很是生气的离开了，婆婆屁颠颠的跟在身后。我一路跟随着他们，两人在进小区后就分开了。婆婆还是沿着原路返回家里，小保姆却走向了地下停车场，转而去了小区的另外一栋楼。跟在小保姆身后，突然看到了婆婆的那个亲密舞伴，两个人见了面有说有笑的。小保姆亲切地拦着婆婆男舞伴的胳膊，叫着：爸爸！我心里一惊，一个念头闪现，我想我的念头必须要得到证实。我开始频繁来往婆婆家蹲守多天，总算拿到小保姆和婆婆的头发，做出的 DNA 鉴定结果显示，小保姆居然是婆婆亲生的。我心里瞬间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说得通了。婆婆为了让自己的私生女拿到公公的钱，所以才借助我的手把这个小保姆推到公公的身边来，并撺掇公公认小保姆当干女儿，以至于后来发生的公公要改遗嘱的事都说得通了。怪不得婆婆对小保姆百依百顺，低眉顺眼的。我心里的怒火都快压不住了。我婆婆居然利用我的手达到目的，现在还恬不知耻的让我去离婚，真的是欺人太甚。但我还是压着怒火联系了小保姆。小保姆见到我，也没有了之前见面时的温顺，
换上了一副计谋得逞的样子。找我来有事吗？小保姆一副无所谓的说道。我直接把检查的 DNA 结果摔在桌上。小保姆看到结果，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这是什么？看不懂。我看得出来，小保姆在故作坚强。我也不再掩饰，直截了当的说道：你看不懂，那我直接问你好了，你和我婆婆什么关系？这个能听得懂吧？小保姆笑着说：什么关系？你比我更清楚吧？是你介绍我去做保姆的，现在反过来问我，您真可笑。我没有心思和你开玩笑，你和我婆婆不敢再谋划什么，立马停手，我会给你们留脸面的。如果你们还继续，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希望你能主动辞职。我说完，拿起报告就离开了。我希望我的警告可以有效果，效果来的比我想的要快。第二天一大早，婆婆就来了。婆婆气势汹汹地踢开房门，就给了我一巴掌。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敢威胁我？我现在心里想着，真是多余留情面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你要是再感动我女儿一下试试，就不是今天这么一巴掌的事了。还有，你最好保密这件事，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你知道后果。我为了我女儿，什么也能做得出来。我被婆婆这一巴掌打得脑袋嗡嗡作响，脸上瞬间火辣辣的疼，仿佛有千万根针在刺。那股疼痛顺着脸颊迅速蔓延至全身，让我浑身一颤。可心中那股被欺瞒、被利用的怒火却烧得愈发旺盛，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岩浆在心底翻涌。我强忍着疼痛与愤怒，直视婆婆那双因疯狂而略显扭曲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婆婆，你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你错了，大错特错。从你利用我算计自己亲儿子和孙子的那一刻起，就该想到会有今天。我的声音因愤怒而微微颤抖，却无比坚定，仿佛要将这些日子以来积压在心中的委屈和愤怒都通过这几句话宣泄出来。婆婆被我的强硬态度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凶狠的模样，恶狠狠地说：你少在这嘴硬，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这事儿就由不得你做主。他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手臂，似乎想用这种夸张的动作来给自己壮胆，可那微微颤抖的双手却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安。我冷笑着，从一旁的抽屉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录音笔，在婆婆面前晃了晃。那录音笔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仿佛在无声地宣告着婆婆的罪行。婆婆，你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录下来了，还有你和小保姆，哦，不，你和你私生女的那些勾当，我也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要是不想身败名裂，你最好现在就给我老实交代，到底还谋划了些什么？我紧紧盯着婆婆的眼睛，不放过她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像一张白纸，毫无血色。她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那颤抖从指尖蔓延至全身，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筋骨，摇摇欲坠。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发出一阵干涩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你想怎么样？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原本凶狠的目光早已消失不见。此刻的他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无助又疯狂。我要你撤销之前那份荒唐的遗嘱，向老公和孙子坦白一切，并且公开向我道歉。我毫不留情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每一个字都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这是我为自己、为老公、为孙子争取的正义，
也是对婆婆错误行为的有力回击。不可能！婆婆尖叫起来，声音尖锐而刺耳，划破了房间里紧张的空气。你这是在逼我，我绝对不会让妍妍受委屈的。她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为了她的私生女，她似乎可以不顾一切。那你就等着被曝光吧，到时候你不光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还会成为亲戚朋友邻里之间的笑柄。你那宝贝女儿也会因为你的自私自利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我毫不退缩，目光坚定地看着婆婆，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决绝。我知道这是一场与婆婆的心理较量，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否则我们这个家将永无宁日。婆婆瘫坐在地上，眼神空洞，显然是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的嘴唇不停地颤抖着，双手紧紧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仿佛这样就能减轻内心的痛苦。许久，她缓缓抬起头，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能不能不要公开？我可以撤销遗嘱，也可以向你们道歉，但求你不要把妍妍的身世说出去，她是无辜的。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哀求，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随时都可能夺眶而出。无辜？她参与到你们这恶心的阴谋里，还试图破坏我的家庭，你居然说她无辜？我愤怒地说，心中的怒火再次被点燃。她明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却还是选择了与你一起算计我们，她怎么可能无辜？我越说越激动，身体也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她也是被我逼的，我这个当妈的没尽到责任，才让她走上这条路。求你看在她年轻不懂事的份上，饶了她这一次吧。婆婆泪流满面，苦苦哀求着，她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地上，仿佛是她内心痛苦的象征。我心中一阵纠结，一方面我对婆婆和小保姆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恨不得将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另一方面，看着婆婆如此狼狈的样子，又有些于心不忍。毕竟她是老公的母亲，也是孙子的奶奶。如果将事情彻底曝光，老公和孙子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这个家又将何去何从？我的内心在痛苦地挣扎着，每一个念头都像一把刀，在我心上划出道道伤痕。好，我可以答应你，但你必须马上行动。明天我们就当着所有家人的面把事情说清楚。我最终还是心软了，给了婆婆一次机会。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家重新回归平静，也给婆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婆婆如获大赦，连忙点头，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说完便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她的背影显得那么苍老和疲惫，仿佛一瞬间老了几十岁。第二天，婆婆按照约定再次召集了所有家人。客厅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疑惑和好奇。当大家得知婆婆要当众宣布重要事情时，都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婆婆站在众人面前，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毫无血色，身体微微颤抖着，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她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大家，对不起，我错了。之前那份遗嘱是我和妍妍一起谋划的，我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孙子。说着便泣不成声，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从她脸上滑落。众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婆婆的不是。这怎么可能？嫂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小姑子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失望。妈，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大摆子也皱着眉头，一脸的不满，她的眼神里透露出对婆婆行为的谴责。老公更是一脸震惊，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母亲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老公难以置信地问道，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那是被最亲近的人背叛后的痛苦和迷茫。婆婆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向老公，缓缓说道：妍妍，她是我的私生女，当年我一时糊涂，犯下了错，这么多年我一直对她心怀愧疚，我想把财产给她，让她过上好日子，才想出了这么个荒唐的主意。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婆婆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哭泣，她的身体因为抽泣而剧烈地颤抖着。众人听到这个惊天秘密，都惊呆了。整个客厅里一片寂静，仿佛时间都凝固了。大家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眼神里充满了惊讶、愤怒和失望。公公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妻子竟然背叛了他，还做出如此荒唐的事。你这个糊涂蛋！公公愤怒地指着婆婆，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沙哑。这么多年，我对你掏心掏肺，你却做出这种事，你对得起我吗？公公的身体因为愤怒而不停地颤抖，他的手紧紧地握着拳头，仿佛随时都要冲上去给婆婆一拳。婆婆跪在公公面前，不停地磕头，她的额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老刘，我对不起你，我罪该万死，你打我骂我吧，只要你能消气。婆婆的声音里充满了悔恨和自责，她的眼神里透露出对公公的深深愧疚。看着这混乱的场面，我站了出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婆婆的自私和贪婪在作祟。现在婆婆已经答应撤销遗嘱，也向大家坦白了一切，希望以后我们一家人能好好过日子，不要再被这些事困扰。我看着众人，诚恳地说道，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期待这个家能够重新恢复往日的平静和温暖。老公走到我身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心里满是汗水，那是他内心紧张和激动的表现。他的眼中满是感激和愧疚。老婆，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要不是你，我们这个家就完了。老公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他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和歉意。我靠在老公的怀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经过这一番风波，我深知家庭的珍贵，也更加珍惜与老公和儿子的感情。我紧紧地抱住老公，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这个家的真实存在。这时，儿子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他看着眼前的一切，一脸的懵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你们怎么了？儿子的声音充满了童真，他的眼神里透露出对家人的关心。老公蹲下身，将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宝贝，没事了，以后我们一家人会好好的。老公的声音温柔而坚定，他看着儿子的眼神里充满了爱和希望。从那以后，婆婆彻底改变了，她努力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每天，她都会早早的起床，为老公和孙子准备丰盛的早餐。那忙碌的身影里，满是对家人的关爱。她会主动帮我做家务，每次我想要拒绝，她都会笑着说：“儿媳，以前是我不对，现在让我多做点，心里才踏实。”她对孙子的疼爱更是无微不至，会陪着孙子一起玩耍，给他讲故事，教他做人的道理。
小保姆。哦，不，妍妍也辞去了工作，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走之前，她找到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嫂子，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听妈妈的话，做出那些伤害你们的事。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看着她，心中的怨恨已经消散了许多。妍妍，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生活，做个善良的人。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给予她一丝安慰。公公婆婆虽然经历了这场巨大的风波，但在大家的劝解下，也慢慢放下了心中的怨恨，重新开始了生活。公公会在闲暇时陪着婆婆一起散步，他们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那么温馨。婆婆也会主动关心公公的身体，提醒他按时吃药，注意休息。而我和老公也在这场磨难中更加坚定了彼此的感情。我们会一起商量家庭的未来，一起为儿子的成长而努力。每当夜深人静，我们躺在床上回忆起这段经历，都会感慨万千。老公会紧紧地抱着我，轻轻地说：“老婆，有你在，真好。”我也会依偎在他怀里，感受着他的温暖和爱意。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享受着温馨的午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餐桌上，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映出幸福的笑容。婆婆看着我们，眼中满是欣慰，能有这样的家庭，真好。老公也笑着说：“妈，以后我们一家人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的。”我看着身边的家人，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满足。经历了风雨，我们这个家终于迎来了彩虹，而未来的日子，我们将携手共进，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然而，生活并不会因为一次危机的解决就永远一帆风顺。风波过后不久，亲戚们在家庭聚会上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热闹和谐的氛围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微妙的眼神交流和欲言又止的神情。曾经家族聚会时，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不断，长辈们亲切地拉着家常，小辈们在一旁嬉笑玩耍，那温馨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可如今，每当家庭聚会，气氛总是显得有些压抑，好似有一层无形的膜隔开了大家曾经紧密相连的心。在一次家族聚餐上，二婶一边帮着摆碗筷，一边看似不经意地对我婆婆说：“嫂子啊，这事儿虽说过去了，可总归还是让人心里头有点疙瘩，以后可得多注意着点，别再闹出什么乱子，让大家跟着操心。”二婶说话时，眼睛微微斜睨着婆婆，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意味深长。婆婆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那原本带着期待与热情的笑容，就像被突然冻结的湖面，变得生硬而尴尬。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难堪，连忙点头，声音小得如同蚊子嗡嗡：“二婶，我知道错了，以后肯定不会了。”婆婆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微微颤抖，仿佛在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波澜。小姑子在一旁听到这话，忍不住为婆婆打抱不平。她原本正开心地帮着布置餐桌，听到二婶的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严肃与气愤。“二婶，我妈都已经知道错了，也改了，您就别再提了。”小姑子的声音清脆而响亮，带着年轻人的直率与冲劲。她走到婆婆身边，轻轻挽住婆婆的胳膊，仿佛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婆婆筑起一道保护墙。二婶却撇了撇嘴，不以为然地说：“我这也是为你们家好，这事儿传出去，对谁的名声都不好。”二婶一边说着，一边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一副我是为你好的表情，可那语气里却透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老公皱着眉头，有些不悦地说：“二婶，过去的事就别再翻出来说了，我们一家人现在只想好好过日子。”老公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的眉头紧紧皱着，眼神里透露出对二婶这番话的不满。他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似乎在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怒火。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原本轻松愉快的交谈声戛然而止，仿佛时间都凝固了。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餐具碰撞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那清脆的碰撞声，此刻却像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在寂静的空气中回荡。不仅如此，邻里之间的流言蜚语也渐渐传了开来。有一次，阳光明媚，我带着儿子在小区里玩耍。小区的花园里绿树成荫，花朵竞相绽放，孩子们在草地上嬉笑玩耍，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我坐在一旁的长椅上，看着儿子欢快的奔跑，心中满是幸福。可就在这时，我听到不远处两个邻居在小声议论着：“听说了吗？那家的老太太居然搞出这么大的事儿，为了私生女，差点把家产都给弄没了。”其中一个邻居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捂着嘴，眼神里充满了好奇与八卦。另一个邻居连忙点头，附和道：“是啊，这家人可真是乱套了，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太平。”他们的声音虽小，却像一把把尖锐的刀，直直地刺进我的心里。我心里一阵刺痛，原本放松的心情瞬间变得沉重起来。我强忍着怒火，装作没听见，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拉着儿子赶紧离开了。儿子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抬起头，天真的问我：“妈妈，你怎么了？”我摸了摸儿子的头，轻声说：“没事，宝贝，我们回家。”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公，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原本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听到我的话，手中的报纸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没事干，竟在背后嚼舌根。老公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他的眼神里闪烁着怒火，仿佛要把那些背后议论的人都烧尽。婆婆听到我们的对话，满脸愧疚地从厨房走了出来，她的手里还拿着抹布，上面沾满了水渍，她的眼神里满是自责与懊悔。都怪我，给大家惹了这么多麻烦，让你们在外面都抬不起头。婆婆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她的嘴唇微微颤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安慰婆婆说：“妈，您别往心里去，那些人就是爱瞎传，咱们问心无愧就行。”我走到婆婆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给予她一丝安慰。婆婆微微点头，可那脸上的愧疚之色却依然浓重。为了让家庭尽快走出阴影，我们决定一起策划一次家庭旅行。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去海边。出发那天，阳光洒满了大地，我们一家人带着行李踏上了旅程。一路上，儿子兴奋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不停地问这问那，那充满好奇的声音像一阵欢快的风，吹散了我们心中的阴霾。到了海边，湛蓝的天空与一望无际的大海相连，海浪拍打着沙滩，发出悦耳的声音。儿子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在沙滩上欢快地奔跑，堆着沙堡。他的笑声回荡在海边，那纯真的笑声如同天籁之音，让人心生温暖。我和老公相视而笑，我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对儿子的爱，也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婆婆和公公也在一旁看着孙子，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幸福笑容。
公公的脸上虽然还有些岁月的痕迹，但此刻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慈爱与欣慰。婆婆的笑容里带着对过去错误的反思，也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与力量，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了脑后。我闭上眼睛，感受着海风的吹拂，心中满是宁静与幸福。可是回到家后，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一天早上，公公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脸色苍白，额头满是汗珠。我们赶紧将他送往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告知我们，公公需要住院治疗。一家人顿时又陷入了忙碌之中。我和老公轮流去医院照顾公公，每天在医院与家之间奔波。婆婆也每天在家准备营养丰富的饭菜送到医院。在医院的病房里，白色的墙壁显得格外冷清，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婆婆看着病床上的公公，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老刘，都怪我，要是我没犯那些错，你也不会这么操心，身体也不会出问题。婆婆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责与悔恨，她的手紧紧握着公公的手，仿佛生怕一松开，公公就会离她而去。公公虚弱地握住婆婆的手，轻声说：“都过去了，别再自责了，咱们一起好好养病，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公公的声音微弱却坚定，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婆婆的理解与包容。在大家的悉心照料下，公公的病情逐渐好转。每天，我会陪着公公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给他讲一些外面的趣事，逗他开心。老公也会在工作之余，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帮着照顾公公。婆婆则每天变着花样做公公爱吃的饭菜，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关切与期待。出院那天，阳光格外灿烂，仿佛在为公公的康复而欢呼。我们一家人簇拥着公公走出医院，公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的步伐虽然还有些缓慢，但却充满了力量。回到家，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回顾这段时间的经历，感慨万千。老公看着大家，认真地说：“经过这么多事，我明白了，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一起面对。”老公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家人的爱与责任。我点头表示赞同，婆婆和公公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婆婆的笑容里带着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公公的笑容里带着对家庭团聚的满足。日子一天天过去，家庭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婆婆依然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家人，每天清晨，她会早早的起床，为我们准备早餐。厨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像是一首温馨的交响曲。她会精心挑选食材，为我们烹饪美味的菜肴。每次吃饭时，她都会看着我们吃得开心，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她还会主动帮我做家务，打扫房间，洗衣服，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认真与专注。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过去错误的弥补，而我和老公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懂得了相互理解和包容的重要性。我们会在生活中相互关心，遇到问题时一起商量解决。每当我工作疲惫时，老公会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为我泡上一杯热茶。每当老公工作压力大时，我会倾听他的烦恼，给他鼓励与支持。儿子在充满爱的家庭氛围中快乐的成长，他的笑声成为了我们家最美的旋律。他会在幼儿园里学到新知识后，迫不及待地回家讲给我们听。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让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月光如水，洒在阳台上。我和老公坐在阳台上，看着满天繁星。
星星闪烁着，像无数双眼睛，注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老公轻轻地拥着我，说：“老婆，经历了这么多，我真的很庆幸有你在我身边。以后不管再遇到什么，我们都要一起走下去。”老公的声音温柔而深情，他的怀抱温暖而有力。我靠在老公的怀里，感受着他的温暖，心中充满了幸福与坚定。我们一定会的。这一刻，我深知这个家虽然经历了风雨的洗礼，但却变得更加坚固，更加珍贵。未来的日子里，无论还有多少挑战等待着我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不离不弃。我们会手牵手，一起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的家庭之舟或许还会遇到风浪，但我们会紧紧相依，共同掌舵，驶向幸福的彼岸。